我在巴西手机被抢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使用手机 APP 盗刷信用卡，并且转移财产将近1万块人民币，真的是太可恶了。我想把这个经历讲出来，给大家一个提醒，也希望日后如果大家出现手机丢失或者是被偷盗的情形，请拿我当范例。照我的补救措施来说，将财产损失降到最低。信我，他们这些盗贼完全形成了产业链，他们的黑车技术已经超出了你的想象。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，可能你的家底就要被搬空啦。9月11日中午12点，我旅行路线是在纽约非常有名的彩色阶梯景区，想着伸下腿脚，我们走过去到天梯教堂，毕竟只需要18分钟，中间还可以路过拉帕拱门呢。行至拉帕拱门，那有一个小小的广场，远远的我就看见很多青年骑着自行车在那里晃悠。我心想，巴西的健身风果然随处可见啊，真是一堆向上的青年。之后我就拿出手机开始拍照，不料之后有位青年骑着自行车从拱门那边窜出来，飞快的行至我的面前，啪，直接将手机拿走，之后以火箭般的速度飞了出去，立刻跑步跟上，一路追随，穿过拉帕拱门，来到一条小小的街道，只见他一个右转弯就拐进了一个黑漆漆的门洞。这个时候我不敢过去了，因为旁边商店都关着门，且没有什么行人。我立刻拿出另一个手机发信息给被抢的手机，说我愿意拿钱将手机赎回，里面有我非常多的信息还有照片，但是没回过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回过。路边有位 NPC 大哥一看就知道我手机被抢了，好心地告诉我说拿不回来的，根本拿不回来的，不要想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大家全神贯注的听要做些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在之后的8小时里，我和手机贼开始了时间竞赛。Ready go！ 首先停掉手机号，我是电子 SIM 卡，所以只需要通知运营商把手机号停掉就可以。如果你是实体的 SIM 卡，那么请你报警。你可以在手机设置关于里找到你的 EID 和 IMEI 号码，你一定要提前记住啊！通过警察系统强制让这个手机无法运行。这一步是防止盗贼通过手机号可以收取验证码来获得你银行、邮件、各种投资账号或者软件的登录方式。紧接着，苹果中库一定要登录 iCloud， 在 Lost My Phone 里面将它保湿，因为一旦保湿，你的手机在联网的情况下是无法操作的。这个时候我就放心了，我以为它既没有办法使用手机，也没有办法用电话连接，我的手机就是一块板砖 KO。 但是大错特错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彻底让我吓死。大约在2个小时之后，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，问我这个改密码的行为是你本人操作吗？那肯定不是啊，我没改密码啊。之后我就在邮箱里面发现了上一封邮件，是有人通过了 Samsung Galaxy Ultra 登录我了的 Gmail 账户。我人都傻了，他是怎么知道了我的邮箱？又是怎么样知道了我邮箱的登录的密码呢？这一步大家一定要记一下，就是在你的邮箱设置账户安全里，你可以看到有哪些设备登录了你的邮箱。一旦你发现那些不认得的设备，一定要把它们踢出去。同理，所有银行 APP 和大部分的软件的后台，你都可以看到有哪些设备登录过。如果你发现有你不认得，一定要采取措施。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，手机被抢走只是他们的第一步。人家盗贼完全是专业的，他一旦拥有我的邮箱，其实就等于拥有了我的仪器。我所有的银行账户都是和电子邮件相连的。之后我就赶快一个一个更改银行密码，正改着呢，啪，一封邮件彻底把我吓死。盗贼竟然帮我申请了一个银行账户，我都懵了，这什么操作？他怎么进入了我的手机 APP？ 怎么可能呢？
我已经报失了手机 ，lost my phone 的手机只要联网就是无法使用的状态。然而没有网的状态，它是又怎么可能登录 APP 使用那些功能的呢？我一下就慌了，我赶快点开了 lost my phone 一看，发现手机一直处于 pending 状态，所以我决定立刻去附近的苹果商店再去买一台手机，重新登录被抢手机的 iCloud， 改所有的信息。说实话，我当时脑子真的是空的，根本想不全原本手机里面有什么 APP， 有什么重要信息，手都是抖的。而且最近的官方苹果手机店离我当时的位置一开车要将近1个小时，我打了 Uber 就赶快出发，途中又接到2个邮件，简直是把我给吓死了。一个说我用 Remitly 一个国际转账的软件转了5000巴西币给了一位叫 Maria Luzia Nogueira 的人。我跟你说，这辈子我都会记得这个名字的，但是没成功，因为我那个软件连的那张储蓄卡里面啊，连100美金都没有啊！没想到吧？你抢到成鬼了！我都可以想象那帮盗贼的嘴脸，一堆人兴奋的聚在，等着不劳而获，天降横财，一招发达。结果没想到吧，我整个人当时雀跃了一下子，但很快又被一件邮件打倒了。都说我的 Robinhood 账户被登录了。Robinhood 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什么是 Robinhood 吗？ Robinhood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名，其中最有名的几个电子交易货币的平台。电子货币人家一开始流行就是因为它的不可追踪性，黑帮指定使用方式。我人都傻了，这个钱只要他转出去，我是真的肯定要不回来。它不像银行转账，你转给谁都是有数的，这个没数，转给谁那就消失在茫茫人海里了。我赶快打开软件，发现账户里面只有0.003美金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着光秃秃的账户而开心不已。这个账户里面没有钱，我都可以想象盗贼那一刻有多么的兴奋，想着这个人有 Robinhood 的里面一定是放钱了吧，买了一些什么电子货币，老天爷看我把他这全部转走，我让他体会到什么叫做电子货币的不可追踪性。想必看到余额的时候心情跟做了跳楼机一样吧。突然的升空又突然落地，但老话说得好，贼不走空。在开往苹果商店的过程中，我差不多那个时候已经过了40分钟了。这个时候剩40分钟我还没到，反而看着司机的 GPS 导航显示我们越来越远了。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赶快打开 Uber， 特妈头啊！这帮盗贼竟然将我优步的最终目的地改成了我被抢了的那个位置。你真是聪慧耶，你可太有才华了吧！改我先生，这一手我是真没料到啊！结果一看，消费记录，人家已经买了2张 gift card， 而且已经兑换成功了呢，每张250巴西币。我又崩溃了 ，Uber 连的是我的信用卡呀！我每次支付的时候都需要刷脸或者输密码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是又模仿我的脸又模仿我的面是吗？啊，真他大爷的！我扭头又开始一个一个的去关我的信用卡，终于在盗贼在尝试买第3张 Uber Gift Card 的时候，被信用卡公司给拒绝了。这时也到了苹果商店，问了一下官方工作人员，他们表示不建议立刻抹除 iPhone 的所有数据，因为一旦这样做，他们就可以随意的、没有限制的使用你的手机了。但是如果你不消除，那么他们要等到1个月后，他们才可以完全的使用这台手机。
另外，我当时是陷入了一个误区，其实手里已经有一台 iPhone， 但是我很怕这台 iPhone 出现问题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敢登录我曾经那台被抢的手机的 iCloud 账户，而且也没有把手机号转移过来。这里想跟大家说的是， iCloud 重新登录之后，你原先有的那些 APP 不会消失，数据和照片什么都不会消失，而且现在很多手机都可以运载2个手机号，所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你第一时间把你的 iCloud 把你的手机号转移到另外一台手机就可以了，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改东西啊，就完全没有问题。忙活了一大圈，已经到了晚上9点了，一直在复盘，一直在不停的刷各种手机 APP 的后台，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发现无论是手机银行还是投资平台，所有的软件 APP 都给盗贼登录过了。所以最后复盘下来，如果手机被偷，请第一时间采取以下措施：一、停手机号，可以通过报警实现这一步。如果报警呢，请一定要保存好警察给你的回执单，因为日后比如说如果你手机上了保险，或者在给信用卡公司做解释的时候，这个回执单就是非常强有力的证据。二、iPhone 一定在 Lost My Phone 选项里面报失自己的手机。三、关停所有的信用卡，你可以随时打开嘛，所以真的不要再去等你到了一个安全的时候，需要用这张信用卡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打开就好了。四、改密码，各种账户，从银行账户开始，每一个涉及钱财、有你金融信息软件的 APP 全部更改密码。我当时就非常的大意，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，你没有网络，没有密码，手机已经报失的状态下，你怎么有办法登录我的 APP 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人家真的有办法哦，小丑就是个小丑。所以这就是这次整个惊险的巴西里约手机被抢的全部实录了。希望大家以这个经历为戒，不要掉以轻心。这年头手机真的就是身家性命了，一旦你丧失对自己手机的控制，一定要警戒起来。现在坏人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到超出良民的想象了，希望大家一辈子都不要有这样的担心。后续大家记得关注我，会给大家带来轻松热辣的巴西之行的。拜拜。因为这样，中国人我比较喜欢